关注腾讯动漫 APP， 肩部作品更新中。只要毁掉各处药穴的位置，这些条纹就不再发挥作用了。既然掌门的本意是不认同这条山谷，就由我来毁掉它吧。这次的事总算完了。谁说完了？你以为我为什么把自己的电话留给张楚岚？就算这小子将来不找我，我还要找上他呢。找他？找他干啥？你是什么人？你的父母是谁？你的老师是谁？师父不让送。对呀，我总觉得那个冯宝宝很熟悉，但我应该没见过这个人。你确实没见过那个人。何为人洞里没有宝藏，那里面放的都是掌门自己比较看重的东西。里面有些东西，咱们全信很多人都见过。张楚岚，你干嘛呀，老三？背着我们带宝宝和全系的夏冷清行动，还和王振球那种人搅和在一起，你知道你这么做会给宝宝带来多大的危险吗？你考虑过后果吗？你以为你在干嘛？老三，是挺危险的。打开看看，这是无根生的宝藏，还是让我得手。这是宝宝。我是当时所有人里第一个冲进去的，而摆在我面前的就是这幅画。当时我没有条件把它带出来，只能用手机拍了下来。打火机的火焰太小了，我必须确保把整幅画连画布都彻底毁掉。我没办法，只能硬撑着用掌心雷轰碎了它。那一地的黑灰，我知道也可能引来怀疑，不过当时实在是没有力气和时间再处理它。一进城，我就打印了照片，并且删除了。有二壮这种人在，我不得不小心。那，你说连我们都不可信了，是怎么回事啊？换成我也一样，确实没有能相信的人了。抱歉，
我怀疑二位只是基于逻辑，感情上，你们比我值得宝儿姐信任。老三还不明白，咱爹一直在意的东西已经出现了。吴根生的宝藏早就被人搬空了，却单单留下了这幅画。假如这幅画上的人真的是宝儿姐的话，那徐爷一直在寻找的，认识宝儿姐的人已经出现了。如果这幅画就是刻意留给宝儿姐和我的话，那他为什么知道我会去那里？陆锦，你不是说陆锦向你提起了金凤婆婆吗？对，但最开始让我认识金凤婆婆的人不是陆老爷，最开始是在那个时候，碧游村。陈朵自己也说过，她是忽然被拜托去抓捕金凤的，时间点恰恰就是在我们抓捕陈朵的同时。之后，抓捕陈朵必然导致金凤婆婆进入视线，而金凤掌握的信息又会把我们引向合围人洞。再之后，只要打出提前量，安排那些外国人，这其中有个女的，明显就是为了对付宝儿姐准备的。目的呢？还不清楚。如果我的猜想正确，那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。这下你知道了，能做到这一切的，必须满足2个条件：一，清楚宝宝和楚岚的行动；二，对公司极度了解。咱俩都符合。能做到这一切的，只有当初能调动临时工的那些大佬，嫌疑人就在其中。方便吗？可以的话，我想和你见面谈谈。OK。怎么了，姐姐？有意思，公司的老大赵峰需要见我。你不用操心这些，炉子呢？已经有经验了，做起来很快。只是……跟我来。当初你组建碧游村，不就是为了召集能够为炉子提供异能样本的人吗？我并不是反对你这么做，只是你行事一向不够小心。所谓12伤根器，最后还是被公司盯上了吧？这15个人涵盖了各种艺术流派，应该足够你用了。没有人知道这些人与我们有联系，不会引起任何人注意。我始终觉得，要是有姐姐你来，或许完美的炉子早就做出来了。算了吧，别说神技百炼，就是一般的炼气之法我也掌握不了。我能做到的，只有全力支持你而已。鲜红，相信姐姐，只要能做出完美修身炉，你就一定能修复残缺的记忆。先不要猜测宝宝与吴根生的关系。目前看来，在宝宝的事情上，这个幕后人比我们了解的要多得多。找出他，一切就都清楚了。没那么简单。如果是我要兜这么大圈子才转达这么点信息的话，那一定是因为有所顾忌。顾忌？顾忌什么？不知道。宝宝，看到这张画，你真的什么都想不起来？顾忌什么我不关心，可这么个家伙存在，实在是让我如坐针毡。我也是，所以还有件事想跟你们说一下。你们知道张灵玉吗？哦，赵总和我们提过，想通过你把他拉到公司来。什么？让张灵玉和宝宝一起行动？不行，绝对不行！张灵玉一个外人，为什么要放到宝宝身边？三哥，这事儿我和宝姐商量过了，她也同意。什么叫宝宝同意啊？宝宝在这样的事上有判断力吗？宝宝，你知道这么做有多危险吗？张楚岚说没得事，和张灵玉待的时间越长，他就越不会害我。有事了怎么办？张楚岚，你拿宝宝的10大儿戏了是不是？三哥，我再三权衡，宝宝身边需要力量，需要足够的时间以备不时之需。我和老四就是宝宝身后的力量。那不够，那也不行。张灵玉值得我们冒险。我们为什么要去冒？行了，老三，
你冷静一下。我们为什么要去冒险？当然是因为情况已经很凶险了呀。我们一直以来最大的优势是隐蔽，没人知道我们在做什么，我们的目的是什么。但现在这幅画已经打了我们的脸，我们再小心躲藏已经没有意义了。这时候冒险发展一下潜在的自己人有什么不对？可是老三，如果不是咱爹的嘱托，你还会保护宝宝吗？当然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就是这样的人。这世上的好人全在咱们家了，你就肯定张灵玉不是这样的人？还会有其他人选。我还在意那个伸向宝儿姐的手。三哥四哥，吕家的事你们了解吗？吕家，很难搞的家族。吕家怎么了？说也奇怪啊，吕家的弟子确实出来了一批，但很快他们又都回吕家村了。爹，吕梁还是不开口。您看，事情做得荒唐，但骨头倒是硬，还算吕家子弟的样子。我接触过这么多异人的家族，吕家是最变态的。他们对血统有一种异于常人的执着，也难怪嘛，能够操纵别人精神的能力。那是个格外封闭的村庄，一个以异能决定地位的家族。吕家家传的玩意儿有2个，后天的如意镜和先天的冥魂术。不适合练气的人就去操持家族的产业，但是在家族中完全没有话语权。即使有个别非异人家庭离开村子，也不能切断与家族的联系。所有的行为都要受到村子的监控，尤其是婚配。很不近人情吧？吕家的族人有没有反抗，我就不知道了。整个村子的大都姓吕，少数外姓人嘛，全部是男性。吕家只招上门女婿，村子对这些上门女婿物质上倒是很优待，但地位应该是村子里最低的人了。如意镜传男不传女，而通过控制这些上门女婿，保证了冥魂术的觉醒者全部姓吕。通过这种方式，保持着对艺术的绝对控制权。高高在上，现在掌握着全族的，就是现任吕氏族长吕慈。哥，了不起了不起，越来越溜了。如意镜，我这辈子都别想追上你了。切，那管屁用，跟你比得了吗？躺赢啊！嗨，你郁闷这干啥？先天这种东西，说不好哪天就觉醒了。拉倒吧，反正我是没听说过30岁还有觉醒的。得，那怎么了？那你就没好日子过了？你看啊，咱太爷之下，大爷爷忠，二爷孝，三奶平，四爷义，大爷三奶都觉醒，二爷四爷没有。但二爷的如意镜得了太爷真传，四爷干脆不是练气的料，太爷一直不待见。所以当年据说最得太爷欢心的，是身兼如意镜和冥魂术的大爷。可到第3代叔叔辈儿，那就尴尬了，整整一代，练气的苗子倒是出了不少，可觉醒的根本没几个，而且水平那跟大爷三奶是没法比啊。可你说要论后天的练气，整个圈里能入太爷法眼的都没几个，连咱爹都算上，太爷能正眼看这帮叔叔？可谁想到到了咱们这一代，冥魂术大爆发呀，不少家的孩子都觉醒了，水平还不低，太爷自然是开心。可要说这一代最厉害的，还得是二爷的儿子和闺女，平叔和凤姑大爷。平叔生下了吕公、吕两个人，而最邪乎的，还得说凤姑的闺女小欢，全族最强的冥魂术使用者，而且后天的练气天分也极高。太爷甚至破例把如意镜传给了他。
这样一来，原本不起眼的二爷，连带着他这一支在族里的地位是陡然而升啊！评书谁啊？根本不是练气的料，居然也能在太爷面前说上话。二爷更是成了太爷之下族里第一人。可如今呢，一切都变了。杀人的是吕梁，他是彻底完了。作为他亲哥哥的吕公，在族里也别想抬头。二爷之下再没什么杰出的后辈，年轻一代里还有谁能和咱们这些大爷的后代争锋？所以说了，咱们现在只要看二爷的哈哈笑就好。都是兄弟，咱们之间闹什么间隙？可你说，小欢真的是吕梁失手弄死的吗？他一直没承认呢。我要是他，这么审我早招了。我也被拜托去审过一次吕梁这小子，记忆居然七零八落的。邪乎吧？他居然对自己下了手。对自己用？是啊，冥魂术的花样多了，可不只是测试和窥视别人记忆这么简单。吕梁就已经到达我理解不了的境界了，而吕欢，据说远在吕梁之上。哎呀，你不要想了，杀吕欢的就是吕梁，就是他。吃。装死狗是不是？给我吃！你伪装硬骨头，我就瞧得起你了是不是？以为能扛打就没事了是不是？你死承认这件事就能过去是不是？说话呀！老爹、爷爷，以为你他们在村子已经抬不起头来了，不会更糟了。你现在唯一能赎一点点罪过的方式，就是把那天发生的事原原本本的告诉大家，至少让族人知道小欢到底是怎么死的。那天的事，我不是已经告诉你们了吗？我说了，我一开始都说了。你也是觉醒的人，我有没有撒谎，至少你分辨得出来吧？我的记忆，你们也复制了吧？这就是你能硬撑到现在的资本吧？吕欢死后，你就是最强的冥魂术使用者。你明明知道彻查一个人的记忆，村子现在除了你，也就是我能勉强做到了，但不知道要花上多久时间。那至少你能确认我现在的态度吧？我现在被封着，根本无法用冥魂术反抗你。来呀，看看我现在有没有撒谎！来呀！小欢以前对我说过，小欢，你哥吕公是不是个大帅哥？是。切，实话嘛，还说能够骗我了。我哥吕公不光是个大帅哥，他还有3个脑袋、6只手、8只脚、12个鼻子、20只眼睛、30个……喂，等，怎么回事啊？你怎么办到的？就你的角度而言，刚才居然没有撒谎的迹象，而且我也感觉不到你在用冥魂术抵抗我。我没有抵抗，也没有骗你。站在我的角度，刚才说的都是真话。怎么可能？你知道吗，哥？我越来越觉得提取记忆，通过精神的波动去测谎，这些东西对冥魂术来说简直是皮毛。这些蓝色的手越来越有力，越来越灵活。以前在精神内无法触及的地方，现在他们都可以轻易的去触碰。最近我甚至找到在精神的领域里修改情绪的方法。在刚才，我在说谎的同时，把自己的精神调整到了讲实话的状态。我管这叫做被动的情绪。这还能做到这种事？这也太厉害了！不，这还不够。被动的给予情绪还不够完美。这等于是环境需要的时候，我自己骗了自己。需要说谎的环境一旦消失，谎言还是谎言。
如果让我找到那里，如果我连人的认知也能够操纵的话，我就能在主观意识里创造真实了，那才是最完美的欺骗。哦，在意识里创造真实的认知？你这几天郁郁寡欢的，就是在愁这个事啊？别担心啦，你一定能做到。全村没有比你更厉害的人了。我不是因为这个啊，那是怎么了？哥，如果我真的做到了，你不觉得我很可怕吗？我怎么说呢？我说不好。我很想了解一下那种境界啊，可我有点怕。这有啥可纠结的呀？我是办不到嘛，我要是能办到，做梦都能笑醒。你担心自己用这么厉害的能力做坏事？怎么可能？要是吕梁那个白痴，我倒会担心。你是小欢啊，能力就是能力，能力是不会改变人的。真的，是我想多了。吕梁，制造能力上我佩服你，真的，我佩服你。你也能达到这个境界了，修改自己的认知。你是疯了吗，吕公？你脑子里除了冥魂术还有别的吗？我是个人，不是个只会用术解决一切问题的机器。你们到底让我怎样才能相信我？太爷，出去。大爷、爷爷、三奶奶，太爷已经做决定了吗？吕梁会怎么处置？太爷，你答应我3个条件，你就可以从这里出去。